欢迎收看截拳武馆的影片。今天我们要来讨论的主题是如何提升自己的格斗技巧。这两种不同的打法，它的应用范围很广。一种就是当对手在打1-2过来的时候，我闪完之后补。 这个就属于1、2、3的节奏，这也就代表我们很容易的去掌握我们的节奏，进而的在打完这一拳之后补下一个动作，或者是接其他的打法。我现在不能用脚，所以我们现在以上半身为主。所以闪完1跟2之后补这一拳，你再接肘击，这也是 OK 的。或是闪完之后补这一拳，然后你接打击，然后再接再闪避，再补打。 这个属于按部就班、按部就班的练习。再来就是铜拍式的打法。铜拍式的打法，它通常在于闪避之后直接补一击，接下来再攻击的节奏也是一样进行铜拍。那你也可以将铜拍跟非铜拍两种打法进行结合，也就是当今天对手打过来的时候，我闪过来拨打，接下来我闪过去补一拳像这样的模式。 这个就是你把铜拍跟非铜拍的动作加在一起。铜拍跟非铜拍，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利用跟怎么样去练习？因为一定有人会有个疑问，就是不是都在打吗？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区别？为什么要去训练这两种不同的练习方式？其实我告诉你，原理很简单，两种打法跟两种在使用上，它其实在概念跟本质上有非常明确的不同。第一个不同点就是，当你今天非铜拍的打法在进行的时候，你是一个保持着比较合理性节奏、缓和性节奏的打法，你比较容易从动作当中呢去观察对手的状态。你也可以想象成我。 打完了一下之后，我 stand by， 或我做了一个动作之后，我观察对手，我再做动作，而不是我今天的一个动作是很明确的知道我要往这里动，要往那里动，要朝这里打，要往那里打。我们今天的非铜拍运动的打法，就比如说1、2闪避，然后再1、2再闪避，这个其实它是一个很明确的节奏区分。 也就是当我今天1、2了之后，我要观察对手的反应之后去做反应，也就代表我也可以1打完了之后观察了一下，有了一个节奏的停拍，我再补第2下。我也可以打完了之后，等对手打一拳过来了之后，我做出反应，然后再补对手一下。这个就代表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平拍节奏上，也就是缓和节奏上的练习，是为了要进行所谓的后续反应的观察。 所以你必须先从慢的开始去进行练习，去习惯这个模式，你才能够做到你在对战的过程当中不会慌乱。那我们铜拍的通常是什么使用？铜拍通常是你已经很明确的知道我要这样做，你很明确的要做一个安排，你很明确的要做一个计划，你就会用这样的方式，也就代表今天我的移动跟出拳是同时的，也代表对手打过来我同时闪，我就要同时进行攻击。我闪下去的时候，我一拳就补给他。 对，这个就是你已经决定要这样子做，它是一个结果，它是一个句号，而不像之前的是你有选择，你有安排。这两种没有对错，而这两种都必须要练，因为两种会带给你的训练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在铜拍跟非铜拍的模拟了之后呢，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精确度的掌握。我会强烈的建议大家在使用 沙包，或者是有任何一个物体或者一个目标的时候，哪怕是一根线，我觉得大家都要去练习所谓的精确度，也就是你要去习惯你的攻击距离，习惯你的攻击方式。那这个感觉上像什么呢？就像是今天沙包在这，我们一般打沙包，大家都会打中，就像这样，这样子的方式，也就是你会去打中这个沙包，你可能会打得更重，可是很少人会轻轻的打沙包，轻到 你只是碰到它，也就是你只是碰到这个靶。可是记得哦，很多人在听到碰到这个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做像这样的方式。好，这个不是你的出拳方式，所以你碰到它也没有用，因为你在揍人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嘛，你不会这样揍嘛。你如果用这种奇怪的姿势出拳，你可能还会受伤。 所以最大的重点是你要用你正确的出手方式。比如说以我来讲，我在正确的出手方式，假设我打一个直拳，假设我是这样子打，那我就要做一模一样的动作，甚至力道跟速度都要朝向这个方向。我只是碰到这个靶，而不是把力量打进去。那打一下，其实对加上了移动或是什么，可能在一开始的会有点难度。可是最主要是哪怕我2下。
甚至更多下，我都能够碰到为止，而不把力量打进去。前提就是你的动作必须要正确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你能够做到点到为止，你能够掌握技巧，你能够控制不打进去，你能够控制打进去，这个会对于你的格斗能力有非常大的影响。如果你想要更上一层楼，正确的攻击姿势能够练到点到为止，这个会让你有非常大的帮助。我们在练习的时候，基本上就是这种打击、这种打击、这种打击，这个全部都要去练点到为止。全背的点到为止，上段的点到为止，下段的点到为止，肘击的点到为止，这些都要能够做到。哪怕你今天加入比较大距离、比较远的距离进去，我也是能够点到为止。下段这样子也是能够点到为止，中段这样子也能够点到为止。这样就代表你对于距离，对于你自己手脚的收放，对于你攻击武器的掌握，你都已经掌握到一个熟悉度，所以让大家好好的去练习，不要只是把力量打进去。所以我之前我们的沙包教学有讲过，有沙包没有沙包，你都可以去训练出完全不一样的技巧，完全不一样的技能，而且它都可以相辅相成。打进去可以训练你的打击习惯、打击方式、正确的接触面、正确的关节控制。你不打进去，可以去控制你的关节，去控制你的肌肉，控制你的爆发，然后彻底的去了解你在每一个距离，你的手的位置，在这样的距离我都能够点到，而不是进去出来也能够点到，远我也能够点到，再远我也能够点到，而不是你会失手，一拳砰就打进去。会失手代表你的稳定度不高，你的熟练度不高，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格斗技巧，你想要提高你的训练效率，你势必的必须要有正确的观念去模拟你要练习的动作跟对手的反应。再来就是最主要的，你要能够去彻底的控制自己的身体，对于手脚的收放，你都可以做很有效的控制，点到进去一点，进去多一点，进去很多，这些都要能够去控制，你才能够去控制你的肢体，去学习更多的动作，而且也可以去提高你们彼此伙伴之间练习的时候的一个安全性。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对于有任何训练上相关的问题，都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影片下方进行留言，我们都有人会回复。如果你的问题很特别，能够足以让我们来拍一支影片，我们也会尝试挖个坑来跳，然后以直接用拍影片的方式来回答各位。对于这样子的训练呢，之后会推出一些相关影片，大家可以去看这些影片，去进行相对的练习、相对的判断。那在练习的时候，一边看着这些影片，一边做，我相信对大家的格斗技术跟练习的效益会很有帮助的。那我们今天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截拳武馆，改变生活的截拳道，世界最完整的截拳道影音平台，超过100支免费教学影片，不管是截拳道基础课程、训练方式、搏击加强，都可以一站满足。记得按下喜欢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让您随时可以接收我们的资讯。YouTube、Facebook 搜寻截拳武馆。